最近这些天，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出现了明显动摇。11月12日，离岸人民币跌破 7.25 关口，创下8月以来新低，在岸人民币也暴跌近500点，跌破 7.23。这种情况让人不禁想起索罗斯当年做空英镑的经典案例。让我们先回到1990年代。当时的英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，英国经济陷入衰退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急需降息刺激，但英镑却与德国马克捆绑在一起，而德国正因为统一后的人口红利而经济过热，需要加息。最终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一次性做空100亿美元英镑，逼得英国央行不得不宣布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，贬值幅度超过 15%。 现在的中国何尝不是在重演当年英国的剧本？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。首先是经济基本面。今年10月的金融数据显示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仅为9348亿元，环比腰斩，同比也大幅下降。更糟糕的是，新增人民币贷款只有7387亿元，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，企业和居民都在去杠杆，根本没人愿意借钱投资或消费。再看看房地产市场，彭博社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指数今天又暴跌了 4% 以上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政府抛出的什么购房税减免、首付降低这些政策，已经完全无法挽救这个正在崩塌的市场了。就连中国自己的数据也显示，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下跌面积已经扩大到 90% 以上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经济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。且不说 GDP 连续2个季度超预期增长，单单是非法移民带来的2000万新增人口，就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。美国政府虽然赤字高企，占 GDP 比重达到 7%， 但这恰恰证明了他们还有继续刺激经济的能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美经济走势完全背离，中国需要降息救市，美国却要继续加息控通胀，这不就是当年英德之间的矛盾吗？更要命的是，市场刚刚收到消息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准备任命2位对华强硬派进入内阁，曾经2次被中国制裁的卢比奥可能出任国务卿，对中国态度强硬的沃尔茨可能担任国家安全顾问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川普很可能兑现他的竞选承诺，对中国商品征收 60% 的惩罚性关税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关税的威力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专家已经做出分析，如果美国真的开征 60% 关税，那么人民币很可能需要贬值 50%， 才能让中国的出口商品保持价格竞争力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突破11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想想2018年，美国仅仅加征 25% 关税，人民币就贬值了 10%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中国央行似乎已经放弃了维护汇率的努力。11月12日，央行居然将人民币中间价定在 7.1927， 创下14个月新低。这让人不禁想起2015年那次恐怖的811汇改，当时中国为了稳定汇率，足足烧掉了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。如今的央行还有勇气和资源再来一次死守吗？所以说，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是会惊人的相似。30年前，索罗斯只用了100亿美元就击垮了英镑。今天，当人民币面临内忧外患的夹击时，我们还能天真的以为政府的行政力量可以永远压制市场吗？不过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。让我们接着聊聊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。人民币贬值只是开始，更大的风险正在酝酿。就在11月12日这一天，我们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股汇双杀。让我们先看港股。
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暴跌超过 3%， 创下近1个月最大单日跌幅。更要命的是，恒生科技指数跌幅高达 4.19%， 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科技股的信心已经彻底崩塌。大家还记得去年外资是怎么疯狂抄底中国互联网股的吗？现在看来，他们的如意算盘可能要打空了。A 股市场的表现同样糟糕，沪指大跌 1.39%， 深成指跌 0.65%， 创业板指微跌 0.07%。更吓人的是跌停家数，全市场将近4000只个股下跌，而上涨的股票还不到1500只。这种跌多涨少的局面，往往意味着一波大跌即将来临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市场会突然如此恐慌？答案就在几个最新经济数据里。第一个数据，10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。按照华尔街的预期，这个数字应该在 1.6 万亿左右，但实际只有9348亿，环比暴跌 55%。更吓人的是其中的结构性问题，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3000多亿，这说明实体经济已经完全丧失了投资信心。第二个数据，10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。虽然政府一再放松限购，降低首付，但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仍然下跌 20% 以上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次政府连这个数据都不敢公布具体数字了，生怕吓到市场。更糟糕的是，近期传出消息说，房地产新政要降低购房税费。这本来是个利好，但市场反应却异常冷淡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些政策就跟给癌症病人吃维生素一样，根本治不了根本问题。我给大家算笔账，按照摩根大通的预测，明年人民币很可能跌到 7.5。如果川普上台后真的对中国加征 60% 关税，那么按照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，人民币汇率甚至可能要贬值 5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意味着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将会蒸发一半。更可怕的是这种贬值的连锁反应，一旦人民币大幅贬值，必然引发新一轮资本外逃。2015年那次小规模贬值，中国就损失了1万亿美元外储。如今中国外储也就3万亿美元，经不起几轮资本外逃了。那么央行能学当年英国一样死扛到底吗？显然不能，因为中国面临的情况比当年英国更糟。首先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90年代的英国大得多。英国当时的房价收入比最高也就6倍，而中国一线城市现在普遍在20倍以上。这意味着一旦出现连锁反应，市场崩盘的速度会更快。其次，当年英国至少还有欧洲这个经济共同体作为后盾。而现在的中国呢？美国都快把芯片给掐断了，欧盟也开始去风险，连东南亚都在抢夺产业转移的机会。我们真的还有什么盟友可以依靠吗？最后，但同样重要的是通胀预期。美国虽然号称通胀已经得到控制，但布鲁金斯研究所提醒我们，川普的高关税加减税组合拳很可能让通胀卷土重来。到时候美联储加息，中国却不得不继续放水救市，这种货币政策的背离会让人民币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。所以我说，眼下这个市场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危险得多。不要被那些官方的漂亮数据糊弄了。老话说得好，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会惊人的相似。当年索罗斯做空英镑，用了100亿美元，赚了10亿。如今中国的问题比当年英国严重10倍，市场的反应会温和吗？我建议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，因为答案可能会让人极度不适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种极度不适或许正是市场在强迫中国人面对现实。毕竟在金融市场上，最危险的永远不是明枪暗箭，而是所有人都以为某件事情不可能发生，直到它真的发生的那一刻。